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邓梅。尼泊尔政坛刚刚发生了一场惊天大地震，总理奥利刚刚从北京阅兵回来，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并肩合影，结果不到1周就丢了政权，连夜辞职跑路，军队接管首都，群众是冲进党部，扯下镰刀斧头旗，把习近平的头像扔进火堆。这一幕被网友戏称是死亡之握，谁跟北京走得太近，谁就要出事。有人调侃，这并不是巧合，而是总加速师习近平的加速术，把盟友是一个个送进了坟场。祸起北京，中共的影子无处不在。而这场政变也让中南海最怕的苏东坡，注意啊，这里是波兰的波，不是苏东坡的坡，让苏东坡的阴影是再次浮现。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尼泊尔这场火到底是怎么烧到了中南海南墙，中共是不是也难逃厄运呢？总理奥利在9号宣布辞职后就人间蒸发了，有人说看到他准备逃亡，带着好几个部长跑得无影无踪。军方在9月10号正式接管了首都加德满都，坦克和士兵出现在街头实施宵禁，白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非必要不准出门，晚上7点以后呢更是严格宵禁。军方发言人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让局势恢复正常。但是一个国家不能没有领导人啊！就在这个时候，这次抗议的主力军，也就是被称之为 Z 时代的年轻人们站了出来。他们明确表示不接受军政府统治，他们要的是一个民选的、公正的过渡政府。10号晚上，在军队总部外面，这群年轻的抗议者代表们共同推荐了一个人选来担任临时总理。当他们喊出这个名字的时候，现场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欢呼声。这个人是谁呢？她就是尼泊尔史上第一位女性首席大法官苏希拉·卡尔基。卡尔基法官在尼泊尔声望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任内最出名的就是对贪腐的零容忍政策，这恰恰也是尼泊尔人民，特别是年轻人最为痛恨的问题。虽然他在2017年因为得罪了执政党议员被弹劾免职，但是在人民的心中，他就是正义和公正的化身。除了卡尔基，当时年轻人心中还有几个人选，包括被称之为饶舌歌手市长的加德满都现任市长夏哈，还有前国家电力局的局长吉辛。最终大家投票选择了资历和声望最高的卡尔基。卡尔基也接受了这个临时任命，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不懂政治，组建的只是一个短期的临时政府，最多不超过1年，6个月到1年之内必须推动一场公平公正的全国大选，把执政权交还给人民选出来的下一任领导人。我们大时局频道会及时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你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们团队的人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2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适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
好了，我们了解了最新的情况，我们就要回到最关键的那个问题，就是这一切它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偏偏是奥利总理？为什么偏偏是在他刚刚从北京回来之后？我们把时间倒回到几天前。2025年8月底到9月3号，奥利总理是风光无限地访问中国，出席了天津的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在北京的阅兵式。电视画面上，他跟习近平站在一起，关系看起来非常铁。但是这一趟风光的北京之行，似乎成了一趟死亡之旅。有媒体就整理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这次参加北京阅兵的好几个国家领导人，在参加北京阅兵前后，家里都起火了。首先是印尼，8月底9月初，首都雅加达爆发了大规模示威，上万名工人包围议会，抗议议员自肥。示威造成了至少8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当时一度传出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要取消北京之行，但是最后呢，他还是赶过去和习近平、普京合了影。再来是塞尔维亚，9月8号，首都贝尔格莱德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抗议总统武契奇的独裁行为和政府贪腐。学生们要求提前选举，结果遭到了催泪弹镇压。然后呢，最惨的就是尼泊尔，印尼和塞尔维亚只是起火，尼泊尔呢是直接房子塌了，总理跑路，政府垮台，国家变天。其实这个魔咒早就有迹可循，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2023年的9月访问中国之后，他的政权就在2024年的12月垮台。孟加拉国前总理哈希纳2024年7月第6次访问北京后，他的政府在8月份就被推翻了。那么这些事件让一些人把习近平称之为总加速师，跟他握手被戏称为死亡之握。这就让很多海外的华人网友忍不住开始调侃了。在 X 平台上，大家都在说93和老习握手，第一个死亡之握的受害者。还有的说和习近平走得太近，就是这样的下场。那更有人说呢，难道是后阅兵效应吗？又一个老朋友被赶跑了。还有说，我发现好像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基本都没有好下场啊。当然这些都是网友的调侃，我们做节目要讲证据，但是这种巧合确实让人不得不思考，为什么跟中共走得近的政权似乎都特别的不稳定。尼泊尔总理奥利，他可不是一般的亲共，他是铁了心的亲共。奥利这个人呢，是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的创始人，他先后3次担任总理，他做了几件打破传统，让邻国印度都非常不爽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尼泊尔总理上任后，传统上呢，他第一个出访的国家应该是印度，但是奥利在2024年第3次上任后，打破惯例，把首访地点选在了北京，这个政治信号已经是非常强烈了。第二件事情，他极力主张要深化和北京的关系，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第三件事也是最夸张的，他竟然还派出尼泊尔共产党的干部到中国去接受习近平思想培训，这简直就是把尼泊尔当成了中共的一个海外党校分部。在经济和技术上，中共也在全面渗透尼泊尔。2019年，华为就跟尼泊尔公司签署了价值1亿美元的协议，帮助尼泊尔搞 4G 网络。2023年，腾讯的微信支付也进入了尼泊尔。中国的网络公司呢，早就和尼泊尔开始合作，帮助他们建立网络设施。看到这里，我想各位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就已经猜到了，这次引爆尼泊尔全国愤怒的导火索是什么了。没错，就是网络。有中国网友一针见血地发帖问，导火索是封锁社交媒体。那么我有个问题，哪个公司和国家给予尼国政府干这件事情的技术支持呢？评论区的网友们都是明白人，纷纷留言，当然是已经干这事很久的人，很有经验的国家啦。还有的暗指华为的遥遥领先。所以啊，我们看这条线索就是非常的清晰，奥利政府全面亲共，导致引进中共的技术和资金，然后呢，学习中共的统治模式，包括对言论的钳制，最终因为封锁社交媒体这个中共特色的举动，点燃了人民积压已久的怒火，把自己给烧死了。
这哪里是什么死亡之握的魔咒，这根本就是独裁者之间的相互吸引，以及和自由民意之间的必然冲突。各位朋友，看到这里，您觉得奥利政府的倒台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独裁，是腐败，还是亲共？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您的观点，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观点是不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场抗议，它是怎么从一开始的示威演变成了一场革命的。直接的起因呢，确实是因为政府要封锁社群平台，但这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真正的根源是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了。尼泊尔在共产党领导下，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2%，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5个年轻人里面就有1个多找不到工作。大量的年轻人，每天超过2000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国家，去马来西亚、去中东、去韩国打工做苦力。同时，他们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看到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官员和政治人物的子女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在禁令颁布前，尼泊尔的网络上就流行一个叫做 Nepal Baby 的运动，专门揭露这些靠着裙带关系吃香喝辣的正二代。一边是自己找不到工作，看不到未来，另一边呢是权贵子女纸醉金迷。这种强烈的对比和不公，让年轻人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政府官员贪腐频发，却很少有人被真正的追究。所以，当政府连他们最后的发声的渠道、社交媒体都要封杀的时候，火山就彻底的爆发了。在9月8号，抗议从线上走到了线下，很快就从反对社媒禁令演变成了反贪腐、反共产党政权的运动。当局下令警察镇压，发射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结果造成至少19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官方强力镇压，非但没有吓到人民，反而激起了更为强烈的反抗。9月9号，愤怒的抗议者们开始反击，他们击退了警察，抢夺了枪支，然后攻下了总统府、政府大楼和议会。加德满都地标性的建筑，耗资80亿尼泊尔卢比打造，开业刚刚1年的希尔顿酒店也被一把火烧成了废墟。那么为什么要烧它呢？因为有传闻说这家酒店跟权贵政客的儿子有关系，它成了政治精英奢华生活的象征，自然也就成了民众泄愤的目标。就这样，一场由 Z 时代主导的、由网络禁令引发的抗议，在短短2天之内就升级成为一场推翻政府的暴力革命。这也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再严密的控制也无法压制民众在临界点的爆发。好了，故事讲到这里，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深远影响了。尼泊尔说实话呢，它是一个小国，但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关键，它夹在中国和印度2个大国之间。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一个共产党执政的邻国，一个刚刚还在跟自己称兄道弟、大秀亲密的好朋友，他说倒就倒了，而且是以这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被人民像是扔垃圾一样的扫地出门。你说这对中南海的冲击会有多大呢？当然，它是非常大的。第一，它打破了中共制度自信的神话。尼泊尔共产党长期执政，导致贪腐遍地、贫富差距严重、钳制人民自由这些问题跟中国是如出一辙。这些小徒弟学了个半吊子，就把自己学崩了，这就让中共很没面子。第二呢，它展示了集权脆断的可能性。疫情之后，很多政权的崩溃都呈现了这种开始即终结的模式，速度快到让人错愕。背后的原因呢，一个是经济恶化导致阶层固化，另外一个就是军队也是因为经济危机对镇压缺乏热情，甚至同情抗议者。第三，也就是最关键的，它勾起了中共最深的恐惧，叫苏东波。什么是苏东波呢？就是当年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巨变、苏联解体的历史。中共权力集团最怕的噩梦就是步上苏联的后尘。习近平上台后，抛弃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友好西方的路线，宁可和侵略轴心抱团。他这位总加速师会不会真的步上苏东波这一刻呢？
其实导致孟加拉国和尼泊尔变天的原因，在中国同样存在，而且是更为严峻。中国的青年失业率估计可达50%，权力造成的阶层固化，比如县城婆罗门现象是比比皆是。尤其在疫情之后，很多体制内的中低层人员都敢半公开地咒骂中共，咒骂最高领导人，所以谁也无法排除像尼泊尔这样的偶发事件会不会在中国的某个角落以某种形式被复制。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微博上，尼泊尔变天的消息在9月10号上午一度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转发尼泊尔财政部长在街头被殴打的视频，还有能源部长家里被搜出大量现金的视频。有大陆网友感叹，这种好事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自由的力量。海外的华人更是直接开呛，说下一个就是中共了吧，早晚而已，起来吧，中国人民。很快的就有消息说，抖音和 TikTok 官方下架了全部尼泊尔主播。这一切都说明，尼泊尔的这场大火不仅仅烧掉了奥利的总理宝座，也烧到了中南海的南墙，让墙里的权贵感到了阵阵心惊。我们仔细留意就会发现，从印尼塞尔维亚的骚乱到叙利亚孟加拉的政权更迭，再到尼泊尔的惊天巨变，这一切都发生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亲近北京之后。你可以说这是巧合，但是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必然。这并不是什么死亡之握的玄学魔咒，而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政治逻辑，那就是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选择背离自己的人民去亲近一个独裁政权，当他选择复制那个政权的统治模式，压制自由，拥抱腐败，和民争利的时候，他的倒台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尼泊尔的 Z 时代用他们的勇气和行动，向全世界，特别是还在专制下生活的人们，上演了一堂生动的公民课。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靠自己去争取的。即使力量看似悬殊，但是只要人心所向，再高的围墙也有被推倒的一天。观众朋友，您认为尼泊尔的集权脆断会不会在其他国家上演呢？中共最害怕的苏东坡噩梦，距离现实还有多远呢？请在下方留言区写下您的想法，让我们一起来交流探讨。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我是邓梅，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